如果你还在每个周末去新山时忍受新柔长堤上动辄2-3个小时的塞车噩梦，那么接下来的这个消息将彻底改变你的跨国出行方式，甚至直接影响你未来的租房和买房决策。等了快10年，新加坡国会终于3读通过了跨境铁路一地两检法案，这意味着年底即将开通的新柔地铁扫清了最后一道法律障碍。以后从乌兰北去新山，不用再经历出境排一次队，入境又排一次队的折磨，一地两检，5分钟车程，直接走进新山街头。这条从提出到立法走了将近20年的铁路，到底是怎么解决两国复杂的边境管辖权的？单程5到7新币的票价，又将如何重塑新加坡北部的租房市场和我们的周末消费格局？今天我们就来深度拆解新柔地铁背后的机制与红利。看完这期视频，你会对新马双城生活有一个全新的判断。对于每天往返新马的越低族来说，这条全长只有4公里的铁路真的让人等得太久了。从2010年首次提出，中间经历了项目重组、疫情停工，甚至马来西亚政府的多次轮替，如今终于进入了最后的倒计时。这次国会通过的新法案，最核心的机制就是落实了一地两检。这4个字听起来很官方，但对我们普通人来说，它意味着通关体验的降维打击。现在的长堤模式是，你在乌兰关卡排队出境，挤上巴士，在桥上塞个半小时，到了新山 CIQ 再排队入境。而未来，一地两检把两国的海关搬到了同一个屋檐下。假设你要去新山吃个肉骨茶，你只需要在乌兰北站下到特定楼层，先刷护照过新加坡的关，往前走几步，直接再过马来西亚的关，2道手续一次性搞定，然后直奔月台。上车后5分钟的车程，门一开，你已经身在新山市中心，不需要再排任何队。返程也是同样的逻辑，在5级查卡站完成所有边检。律政部长兼内政部第2部长唐振辉在国会里特别提到，这种模式并不是新马首创，而是参考了运行几十年的英法海底隧道，通过空间的集中换取时间的极致压缩。不过物理距离拉近了，法律的边界该怎么划定？这就引出了法案中最硬核的部分。表面上看，这是一条解决塞车的地铁，但从政策法规的深度来看，新柔地铁是新马两国在司法主权上的一次极限拉扯与务实妥协。火车虽然只开5分钟，但只要跨越国界，就必须把谁的地盘谁做主这件事算得清清楚楚。新法案最硬核的条款就是明确了跨境事故的管辖权，核心原则是，如果列车顺利到站，车上发生的任何事件由目的地国家负责处理；如果列车半路抛锚，停在哪个国家的领土上，就归哪个国家管。但真正的难题在于那条跨海高架桥上，新山侧的47号桥墩到新加坡侧的48号桥墩之间，存在一段17米长的灰色地带。如果列车刚好卡在这17米中间，算谁的？法案给出了一个精确到鼻子的规则，那就是看列车车头的位置。假设这是一列开往新加坡的火车，只要车头还没有越过48号桥墩，哪怕车身一大半都在新加坡这边，马来西亚依然是主场。但只要车头一过线，新加坡立刻接管。这种极其细致的规定，恰恰是为了杜绝两国在紧急情况下出现推诿扯皮。不仅如此，如果在车上发生了治安事件，两国确立了并行管辖权，但以目的地国优先。这其实跟航空业的惯例一样，你在飞往樟宜机场的航班上闹事，落地后新加坡警察绝对有优先权带你走。为了避免执法冲突，两国也达成共识，绝对不能在他国领土上跨境抓人。这也是为什么尽管安保级别很高，但列车上不会安排武装人员随行，全程只有5分钟，闭路电视无死角监控，放带枪的安保人员在车上反而增加不必要的风险。这种极度务实的制度设计，为后续的经济运作打下了基础。那么回到现实，这5分钟的车程要花多少钱？搞定了法律和海关，接下来就是大家最关心的钱包问题。目前官方还没有公布最终定价，但马来西亚交通部长陆兆福在今年初透了底，
单程票价预计在5到7新币之间。我们来算一笔账，如果你是一个每天往返新马的月低族，按一天来回12新币计算，一个月22个工作日，通勤成本大概在260新币左右。相比现在搭跨境巴士，金钱成本确实上升了，但是你换来的是什么？是每天至少省下2个小时的生命，是不需要在日晒雨淋排队，是更可控的作息时间。对于时间就是金钱的打工人和商务人士来说，这个溢价绝对划算。为了照顾天天通勤的人，马来西亚方面也提出了月票的构想。但请注意这里的政治现实，陆兆福明确表态，马来西亚政府的补贴只会给本国公民，不可能去补贴所有人。这很合理，毕竟两国政府都要对各自的纳税人负责。除了票价，我们还要看它的硬核运力。新柔地铁的设计标准是每小时每个方向承载1万人次。目前新柔长堤在高峰时段的负荷已经达到极限，每天有超过30万人次跨境，每小时吞吐1万人，意味着在早晚高峰的几个小时内就能分流掉几万人的压力。这不仅仅是多了一种交通工具，更是给濒临崩溃的长堤基建加装了一个巨大的泄压阀。目前5级查卡站大楼里的100条自动通关闸门已经安装完毕，硬件准备就绪。但这条铁路带来的影响远不止于缓解塞车。如果你的眼光只停留在过关快不快，那就太低估这条地铁的战略价值了。新柔地铁的开通，本质上是对新加坡北部与新山市中心的一次空间折叠。谁会是最大的赢家？首先是新加坡的城市规划。政府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打造雾兰区域中心，试图把北部的经济枢纽做大。有了高效的跨境人流支撑，雾兰北站将直接连接汤申东海岸线，把新山的劳动力和消费力无缝接入新加坡的轨道网络。雾兰将真正成为辐射新马的北部门户。其次是对本地租房和房地产市场的重塑。过去几年，新加坡祖屋和公寓的租金居高不下，很多在新加坡工作的外国人或永久居民，为了省钱只能去新山租房，但每天几小时的通勤让人苦不堪言。当5分钟跨境成为现实，新山市中心那些紧挨着地铁站的高级公寓，将直接对标雾兰甚至38旺的租房市场。花同样的钱，在新加坡只能租一个普通房，而在新山可以租到带泳池和健身房的整套公寓，并且通勤到雾兰的时间可能比从玉廊去雾兰还要短。这势必会对新加坡北部的租赁市场形成直接的竞争压力。最后是消费格局的不可逆改变。面对本地的通胀压力，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周末去新山采购、吃饭。当交通阻力被彻底抹平，新山将实质性的成为新加坡中产阶级对冲生活成本的大后方。这条铁路不仅是通勤族的逃生通道，更是两座城市资本、人力和消费深度绑定的催化剂。从2010年的一纸规划到如今法案的最终落地，新柔地铁不仅是一项耗资巨大的基建工程，更是新马两国在政治互信与经济互补上迈出的历史性一步。它用17米的精确管辖权划定了主权底线，又用一地两检的机制最大化了普通人的通行便利。年底开通后，双城生活将不再是一个疲惫的代名词，而会成为一种极具性价比的生活方式选项。那么，面对单程5到7新币，5分钟就能跨国的便利，你会考虑搬去新山居住，每天坐地铁来新加坡上班吗？你觉得这会对新加坡本地的零售和餐饮业带来多大的冲击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你的真实想法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硬核拆解对你有启发，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并打开小铃铛，我会持续为你深度追踪新加坡的政策走向、基建红利与社会规则。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。